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花样背心，以一线链的方式钩织而成，一朵朵的小花交错排列，创造出轻盈透气的编织质感。背心采用无袖的剪裁与绑带的设计，让穿着更具灵活度，不论是搭配衬衫或者是素色的内搭，都能展现清新的风格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选用4股牛奶棉，搭配 3.0 毫米的钩针，成品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在钩织之前，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花样的组成。每一朵小花有4个花瓣，每个花瓣由4锁针、3个长针以及4锁针组成。在钩织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将这个花瓣拆解为以下部分，透过每行的来回钩织，这些部分将会组成一朵完整的小花。大家针对这几个部分先有个概念即可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之后，第一行9个锁针，锁针之后，钩织花样的 A 部分，我们返回，再倒数第5个锁针引拔。引拔的时候，调锁针的2条线，如此形成一个圈。接着按图解钩织花瓣，4个锁针，钩针穿进圈中，钩织3个长针。4个锁针，在圈中引拔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接着第2个完整的花瓣，第3个花瓣，4个锁针以及3个长针。这是 A 部分，由2个完整的花瓣以及1个未完成的花瓣组成。接着14个锁针，接着一个 B 部分，返回再倒数第5个锁针引拔。接着在圈里钩织一个完整的花瓣，4锁针，3个长针，以及4锁针，再引拔在圈中，再一个未完成的花瓣，4锁针加3长针，这样是花朵的 B 部分。14锁针和 B 部分为一组中括号内容，中括号内容一共钩织5次，中括号内容5次结束，再14个锁针，
接着一组 D 花样，返回倒数第5针引拔，形成圈。在圈中钩织3个完整的花瓣，完整的花瓣由4锁针加3长长针和4锁针，再引拔在圈中。而第4个花瓣则是一个未完成的花瓣，由4锁针和3长长针构成。前3个花瓣是完整的，第4个花瓣少了4锁针，因此我们在它左方的这一条锁针链，从锁针链的最左方往右数，在第6针引拔。这个针目如果是从右边数过来的话，会是第4个针目，只是从右边不好数，因此我们都从左边数。引拔结束之后，形成一个完整的花瓣，同时第1行结束，第2行顺势的向左钩，先7个锁针，7个锁针结束，钩织 G 的部分，挑左方遇到的花瓣，长长针针目头部的这2条线引拔。再4个锁针，向左引拔到圈中，接着一个完整的花瓣，4锁针加3个长长针以及4锁针，再引拔到圈中。接着在一个未完成的花瓣，4锁针加3长长针，最后在左边这条锁针链上，从锁针链的最左方往右数，在第6个针目引拔。这样是一个 G 的部分，7锁针加一个 G 部分是一组中括号内容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5次。中括号重复5次结束，加7锁针，第2行的最后钩织一组 F， 挑长长针的头部2条线引拔之后，4个锁针，再引拔到圈中。接着4锁针加3长长针，最后这里有一小段锁针链，在第1行的第1个锁针引拔，第2行结束，第3行12个锁针，接着 C 部分返回，再倒数第5个锁针引拔，接着在圈中钩织4锁针加3长长针，接着我们将钩针离开线圈，我们要和上一行的锁针链相连，接着穿进下方7锁针链中最中间的那个针目，不管从左边或者是右边数都是第4个，钩针穿进这个针目，接着再挂回线圈，挂回线圈时顺一下这个织片以避免扭转，将线圈拖出这个针目，如此这边花瓣就与下方锁针链相连。
接着4锁针，回到画心的圈引拔，再4锁针加3长长针，这样是一个 C， 再3锁针，接着连接花朵，钩针离开线圈，在下方对应的花朵如图所示，在右上方这个位置，钩针穿进这个长长针的针目，再挂回线圈并拖出，如此连接花朵。总挂好的内容一共6次。第3行结束，第4行向左，先10个锁针，接着一个 G， 将花朵的上半部补齐。向左引拔锁针链时，从连接花朵的这个针目往左数，在第4个针目引拔，这样就补齐了花朵的上半部。接着7锁针，从下个花朵开始，又重复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一共5次，再一个 G， 结束第4行。第5行12个锁针，接着一个 H， 返回，在倒数第5个锁针引拔之后，在形成的圈里钩织4锁针加3个长长针。接着3锁针，在右方遇到的第一个花朵，在它的右上方如图所示的长长针位置进行连接。连接的时候注意织片的锁针链，避免锁针链被扭转。接着12个锁针，接着一个 C， 返回倒数第5个锁针引拔之后，在圈里钩织4锁针加3长长针。在下方7锁针的中央进行连接。连接后4个锁针，圈内引拔之后4锁针加3长长针，完成一个 C。
总画好的内容一共钩织5次。总画好内容重复5次之后，3个锁针连接花朵，再12个锁针，第5行的最后一个完整的花朵1，返回倒数第5针引拔之后，在圈里钩4锁针加3长长针。再连接上一行最右侧的锁针链，从锁针链的左边数来第4个针目进行连接，接着4锁针，回到圈里引拔之后，钩织2个完整的花瓣以及1个未完成的花瓣。最后在左侧的锁针链从左数来的第4个针目引拔，完成完整的花朵1。后续按文字解的安排进行钩织，每4行是一个完整的花样段，我们一直钩织到第24行。第24行结束，接着是两边的肩膀，先继续钩织左肩。左肩第25行12个锁针，接着1个 H 的部分返回倒数第5针引拔，在圈里钩4锁针加3长长针。1个 H 之后3锁针，接着连接花朵，12个锁针之后1个 C 部分，接着3锁针，再连接花朵，第25行结束，左肩第26行3个锁针之后，调左边花瓣的长长针2条线引拔，开始钩织 G 部分。G 的最后一个花瓣从锁针链的左方数来第4个针目引拔，完成 G 部分。接着7锁针，以1个 F 结束这一行。左肩的第27行12个锁针之后1个 C， 接着3锁针，连接花朵，左肩第28行10个锁针之后1个 G 的部分补齐上一行的半朵花。后续我们重复钩织左肩的4行，直到第34行。左肩的第34行结束，休针，我们取下钩针，在线圈上方记号扣，以防脱落。
接着移向织物的右方，从右方数来第2朵花朵，如图所示，从花朵的这一个长长针重新起线，钩织右肩。起线之后，右肩的第25行12个锁针，接着一个 C， 接着3锁针，连接花朵，接着12锁针，再一个完整的1花朵。后续行数的针目安排如同右肩，我们按文字解钩织，直到第33行。右肩的第33行结束，我们要沿着左肩的左侧将花朵给补齐，因此左肩的第34行7个锁针，钩织一组 K， 补齐上一行的 H 花瓣，使它成为一朵完整的花。K 的花瓣结尾，顺着织片在左侧的锁针链，从左数来的第4个针目引拔，如此左上角完成一组完整的花瓣。接着继续向左沿边钩织5个锁针之后，一个 G， 调左侧花瓣的长长针2条线引拔，补齐另一半的花朵。接着又5锁针，一个 L 补齐这朵花。L 的结尾也是顺势在左边的锁针链，从左数来的第4个针目引拔，接着3锁针，再回到右肩的起线针目引拔，完成右肩，接着断线，将2个线头打结固定并藏好。下一行我们会将左肩与右肩连接起来，我们回到左肩修针的位置，继续钩织第35行12个锁针，返回在倒数第5针引拔之后，钩织 C 的花瓣，C 结束，3个锁针，连接左下方的花朵，接着12个锁针，再一组1个花瓣的 H， 接着又3锁针，再回到下方的花朵，如图示在花朵这个位置的长长针进行连接，又3锁针，回到上方的 H， 钩织一组 F，
接着14个锁针，在一组 B， 中间这一段的针目安排如同第一行。中括号内容再一次，后续也按文字解完成中间这一段。在钩织中间这一段时，织片可能会扭转，因此在连接右肩之前，我们顺一下织片，以避免中间的锁针链扭转。织片整理平整之后，接着按图示连接右肩的花朵。连接之后3个锁针，再回到上方的 H， 钩织 F 的部分。F 结束，3锁针。接着再次在下方的花朵按图示的位置进行连接，接着按剩下的文字解完成这一行。如此左右肩已经相连，之后我们按文字解钩织接下来的行数，一直钩织到第58行，完成后片。它的花样段行数会与前片对称。而第58行的最后，我们继续在织片的左上角钩织 K 部分，使这个花朵完整。K 的花朵结尾也是顺势的在左侧的锁针链从左边数来第4个针目引拔，而在织片整体的左侧，这里的花朵也是只有一半，继续沿着左侧钩织中括号内容，将花朵补完整。中括号内容5锁针加上 G，G 部分的结尾，在左侧锁针链从左方数来的第4个针目引拔，完成 G。中括号内容一共13次，再5个锁针，最后回到第一行的第1个针目，挑2条线引拔之后，就可以断线。断线后也是将2个线头打结并藏好，这样背心的主体就完成。接着我们为它钩织2侧的绑带，绑带部分锁边起针，这里会使用基础长针起针法。起针之后3个锁针，接着钩针挂线，穿过第1个锁针的2条线之后，挂线钩出，挂线钩出的这个线圈稍微拉长一点，接着挂线钩出1个线圈，我们将左边的这个线圈称作基础锁针，钩出的这个线圈也可以稍微拉长，接着如同钩织长针一样，挂线钩出2线圈2次，如此完成一个长针。下个长针，再次挂线，穿进基础锁针的2条线，再挂线钩出，挂线钩出的这个线圈拉长，再次挂线钩出1个线圈，稍微拉长，然后挂线钩出2线圈2次，再次完成一个长针。
后续重复操作，直到这个绑带到达我们所需要的长度。我一直钩织到这条绑带大概约90公分，接着引拔断线，藏好绑带两端的线头。我们钩织2条一样的绑带，最后将背心如影片对折，接着在背心两侧由下往上数，大约在花朵之间的第3个间隙，在背心所对应的前后片位置穿上绑带。在穿上背心时，绑带可以依照需要调整背心的松紧度。两边在对称的位置系上绑带，如此这一件花样背心就完成啦。穿上它，拍一张美照纪念一下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